起不灭的火，地平线尽头裂开一道缝，星辰都失控，坠落苍穹。命运的回合，管什么规则？张扬的红是我的本色，妄想让我臣服，谁都不够格。你天的心才是我选择。会追寻什么？它变成山河，信念如火，燃红着夜色。让我的歌将这场变得星河，巨星的声音会同我不合。世界不该被谁掌控，分明都有同样的面孔。烙在我命中，不卑不屈，不甘平庸，无根之后，终将败终。重启的回合，我定我规则，黑暗不会让灵魂褪色。是人是魔，是努力，是酒是真，都不能当我心的狂热。踏冰的坎坷，劈开这夜色，等待晨曦点亮了天河。翻腾黄河，在最黑暗的时刻，让我来改写天地的法则。他竟能挡住白莲的招式，而毫发无损。这来自幻岛的猴子不简单呐、又一只无知的猴子。虎哥，这小鬼有点意思。张狂的猴子，不知天高地厚。哼，你这是自寻死路。有一股力量正从地下急速涌出。小鬼，这是地藏界神力。但与鬼墓的瘴气不同，究竟有什么特别之处呢？生老病死，腐化归尘，死灵气掌管腐化的力量，无所不在，生生不息。这股腐化的力量，使旧的尸骸腐化消失，新的生命繁衍。不过，当这股力量盯上你时，你就只有死。小鬼！
子，这种死法倒也适合你。依天而行。碍事的家伙已经消失了，我们继续吧。是吗？什么狗屁死灵气，根本碰不到我呀！大神，你这招不管用，不如教你一招新的吧。不妙，白莲小心！这招呢，就叫一命呜呼，最适合你了。哇！甩开了！是。好玄妙的遁空术，死灵气逼近的一瞬，竟然能连续施展。这个人类女孩不简单，她与民族有什么渊源？老婆，你什么时候学会这个凭空移动的法术的？这不是法术，叫民族的遁空术。1年前，我被坠入雾山，万象皆神力，风雷之下，来到地狱界。是民族大哥哥救了我，后来他还教给了我好多厉害的民族的战斗技能。如果没有他的话，我差点就失去白菜了。是我疏忽了，不该小觑从幻岛回来的人类。被猴子打倒在地，这还是第一次。我会记下这个教训，马上我就会让你知道侮辱神的代价。哼，吓唬我呀！我可不吃这一套。白菜，你去孔雀身边，看我来教训他。我多年未曾踏足中土，记忆中从未遇到过如此狂妄的猴子，真是世风日下，人心不古。看来是时候好好整顿整顿了。哼，整顿！混账大神，别以为人人都愿意跪在你们脚边，摇尾乞怜。本圣王原为驱逐民族贱种而来，不过遇到如此顽劣之徒，也不能置之不理。人类，你已犯下大不敬之重罪，半死也不顾偿还。白莲竟然会对着一个人类摆出如此认真的架势，我还是第一次看到。只有击败对手，他才能挽回神族战士的尊严。圣王老兄，你倒还有心思关心别人，不会已经忘了我吧？来玩玩吧。好，我就先收拾你。
堂堂民族大将，就只有这点本事吧？你的爪子裂了，一点裂痕算得了什么？我马上将你撕成8块！看我的！可惜了，你的铁爪承受不了本圣王的力量，在把我撕成8块之前，你的双爪已废了。果然厉害，竟能以双拳的威力将我的双拳逼退。不过要废我一双铁爪，可没那么容易。2个战斗狂，不知道得打多久。我还是先盯着白莲吧，毕竟这个人类可不简单。不知天高地厚的猴子，你将会死得无比凄惨。去！这死灵器，说是腐化死亡的力量，飞舞起来倒像是有生命一样。看你能躲到何时！果然毒性猛烈，不过小试一下，伤口马上出现了腐烂的迹象。小子，你身手再好，也不可能避过死灵气的追踪，它是无处不在的。天罗地网，开！这家伙好狡猾，放出死灵气追踪我是假，将我逼进死角，一口气困住我才是真。不必担心，他还没展现出真正的实力呢。无色界神力。这小子将神力包裹全身，抵挡了死灵气的攻击。看来他这次修行精进不少。区人类竟然能够激起神力，你到底是神力吗？我早就会了。不过这次是另一样东西。这条左臂是由我从另一个世界带回来的礼物，本大爷现在便赏你一拳，好快让你尝尝招牌菜的味道。呀！哦！圣王是神族之内最高强的战士，武庚却能一直压制着他。记得武庚刚来到神陨部时，连战斗经验都没有，但他学习得很快，在短时间内吸收了各种各样的知识。后来他经历天启，领悟神力，与大剑士重逢，接触到炼气术的奥秘。短短的10日内，这个由矿场来的奴隶已能和圣王对等的战斗。他实力的增长之快，大大超出我的想象，亦无法探其深浅。无色界神力若是最强之盾，能阻隔一切攻击，他的炼气左臂就是最强之矛，能够发挥超越肉体界限的威力。恐怕当今世上能够同时施展神力与炼气的，也就只有他一人了。武庚这小子，只不过是我族和人类诞下的野种，本座原本并没有将他放在心上，但看他展露出的锋芒，实在是光彩夺目。一个猴子竟然令本圣王接连失手，小子，你相当了得。你叫什么名字？本大爷叫武庚，你想叫我阿狗也可以。
好，阿狗，我会记着的。杀了你之后，我会慢慢追查。我向你保证，我一定会将与你相关的人通通找出来的。你的家人、朋友，全都得死，我一个也不会放过。我也可以向你保证，你一个人都杀不了，因为你得先过我这关。你的实力的确令我惊讶，不过也该到此为止了。现在就让你见识一下我的神技。好古怪的神技，脚下突然空了，这是幻觉吗？白菜，别过去。大哥哥，那是什么？那是白莲圣王以极致神力打造的专属领域，踏入此领域的所有生命，生死皆由它支配，无一幸免。神技，九空血莲池。好无赖的招数，像是陷在泥潭里，越是挣扎就陷得越深。现在只能先以神力阻隔死灵气的伤害，保持好身体的平衡，再见机而行。小子，你看似轻浮，但关键时刻却能表现出非比寻常的冷静。但你撑不了多久的，你会一直沉下去，不消一会儿，你的身体就会被侵蚀腐化。你未免开心的太早了吧，混账大神，我还没认输呢。既然你这么心急找死，那我就把这过程加快一些吧。池中的莲花都在等待你身体内的养分呢。小子，等到血池没过你头顶的时候，千万别忘记，这就是我为你安排的结局。剑气，那是透发烈焰的炼气之剑，是谁有这种能耐？竟然把九空血莲池蒸发掉！炙热的炼气之火覆盖全场，冰层也逃脱不了消融的命运。五更，看来你的修为还未到家啊！思雨叔叔，你总算出现了。刚刚结冰的时候突然找不到你，可急死我了。我不过走开了一会儿，你就掉进了别人的陷阱里。思雨叔叔，你误会了，我只是想试探一下对手的实力嘛。你刚刚完成修行，当然想仪示自己能力的界限，但你的对手并非一般的神宗，一个简单的失误便足以致命，所以全力以赴吧，用你修行的成果堂堂正正地战胜他。我知道你可以的。哼，又来了一个练气术的高手吗？索性你们一起出手，省得本圣王逐个收拾。喂，别那么心急嘛，先赢了我再说。大言不惭，你以为自己已经逃离九空血莲池了吗？他仍然围绕在你身边，你跑不掉的。再来！双爪自行复原了，
原来这就是你的命器。听说你们民族战士自身的灵魂力量能炼化出极强的武器。废话少说，尽管来战！那是……停手吧！这个什么仪式？本座今日总算看到地上暴民的真面目，低俗粗鄙，吵吵闹闹，真是丑陋。这家伙是谁？竟然连圣贤殿之首也来了！神爷，久违了，还以为得花一番功夫才能见到你呢。逆天而行，你的声音本座已听见了。你刚才说什么？起义？一帮暴民，不懂事的猴子，愚蠢的野蛮人，还有神族的叛徒，就凭这群乌合之众，也敢妄想推翻神族伟大的统治？哼，多么可笑！你这家伙说话真叫人讨厌，我非好好教训教训你不可。吴刚，别冲动。神眼长老，当日指派新月魁把边城化为炼狱的，就是你吧？我族神权正被挑战，你却执着于这种小事。师行，你知不知道自己是神族一员？是不是神族一员，对我而言毫不重要，我只要答案。审判治罪是天交付给我的职责，在天沉睡期间，本座时刻尽忠职守，从不偏私，才能维持神族律法井井有条。你虽为天的亲子，但也不能逃脱于法理之外。你有罪，边城的人同样有罪。本座依法判决，有何不妥？实行，你是戴罪之身，现在只有2条路可选。其一，对抗本座及整个神族。毫无疑问，这是一条死路。呸！其二，忏悔认错，本座自会从宽处理。你若尚存一丝理智，应该懂得如何选择。是我错了，我错在太天真。我天真到以为凭我的身份，可以慢慢将傲慢专横的神族改变。这个愚蠢的错，令我所爱的人受苦。我唯一能为他做的，是用战斗。这是心满意足了吗？实行啊！即使你杀死本座，你心中充斥的怨愤和内疚也不会消失。你想为死去的人复仇，借以减轻你的痛苦，这是不可能的。往事不会舍你而去，无论你怎样做，它都会找上你。实行大神，是你吗？宁月，为
什么？为什么你要让我死？你从没告诉我会是这样的结局。我不想死。明月，明月，对不起。救我！世行大神，救我！救我！明月！石行被自己的往事折磨，感到非常痛苦吧？经历这么多年，你应该觉悟，你对人类的爱只是镜花水月的幻象。你若不把这份幼稚的幻象放下的话，就无法摆脱痛苦。而唯一不变的，是你生而为神的事实。值得为一份不存在的爱而背弃自己一族吗？除了回忆，我已一无所有。这回忆是我唯一拥有的东西。你不该玩弄它！神言，我绝不饶你！冥顽不灵！身体被支配了，神眼的恐世界神力竟然强到这个地步。你加上不死鸟的力量，就只有这个程度吗？石行，不许对大长老无礼！从未见过神眼出手，想不到他的力量如此可怕。不死之神，压抑我神力的是你内心的恐惧和迷惘。神眼只是利用了这一点。我赐予你强大的力量，并不意味着你拥有。这股力量需要献祭你的精血和神元，更需要坚强的意志做引领，最终成就你真正的力量。我真正的力量。大长老，此地凶险，您不该亲自到来。久战无益，大祭司也急需救治。本座前来，是为今日之事暂作了断。地上的暴民们，有胆到神域来，那时众神自会给你们答案。我们回去吧。好。今日的相遇着实有趣，我总算看到了民族和人类的真本。铁武兽王，给我站住！我们的战斗还未结束。以后有机会我们再玩。暴风！好大的风！大家站稳！大元帅，要追吗？不必了。神眼和圣王们要走，
我们是拦不住的。要突破这暴风的屏障，绝不容易。猴子，今天算你走运，但你始终难逃一死。哼，真服了你！你逃走还要说句算我走运？是你主子看形势不妙，带你们夹着尾巴溜走。本大爷也懒得追，快滚快滚！哼，难道你还未察觉吗？死灵气入侵了我的右手，我被那家伙神技困住的时候，九空血莲池由密集的死灵气凝聚而成，你在那里站了良久，就算有无色界神力保护，它也会寻找薄弱的缝隙入侵你的身体，只不过一点点而已，暂时不会致命。但当莲花生长至心脏，并且盛开，你将全身腐化而死。而你唯一自救的方法就是打倒我。吓我一跳！打倒你就能自救了吗？太简单了。等等，请把我带回神域吧！我已向大祭司起誓，痛改前非，效忠神族了。几乎忘记了，我们是不会丢下同伴。不用害怕，穿过刹那门就回到神域了。阿兰，阿狗，你没事吧？阿兰做了什么？他归顺神族了，我们不知道为什么，但他一定有他的理由。是吗？啊，老婆，我刚修行回来，脑子就被搞糊涂了。这段日子发生了什么事？你可要细细说给我听听。啊，都出生了，叫什么名字？他叫为善。为善。武根哥哥，你刚才那一拳，那一脚，好厉害！不过我们也成长了，金刚界神力。看来我在幻岛刻苦修行的时候，外面发生了很多事。本来打算完成修行后，潜入神域救外公。虽然这个目的并未改变，但计划内容却大不相同。全速航行。遵命，遵命。松开帆索，调整前帆。拉起主帆。阿石，休息一下吧，这里交给我。不，大姐，出航比矿场的活轻松多了。那时我们可是熬夜开采血石、挖地道，我可以继续帮忙。这次可不一样，这是攻打神域的征途，不是李靖的北山矿场。我们要养精蓄锐，好好教训混账大神们一番。老婆，
甲板上风大，我去给你找件披风，等一会儿就回舱里吧。不用啦，我倒是很喜欢这海风呢。只要有你在身旁，再大的风浪都不用担心。谢谢你，带我看到矿场和朝歌城外更辽阔的世界。老婆。喂，别跑！老兄，身体恢复的怎么样了？啊？一无大碍。抓不着我，来人啊！你们两个小鬼，给我站住！我们为什么不尝试推翻神权？你的想法太天真了。在年轻的时候，我也有过跟你一样的念头，不过很快就被教训了。子羽叔叔，我知道父王一直有这样的心愿，可惜他至死也未能实现。他无法办到的事，就由我来完成。为了他，为了外公，也为了我自己，这次就跟神族做个了结。是时候。父王，我们正向神域进发，是堂堂正正的进攻，去推翻神的统治，瓦解神权。这是我见过最有气势的大船。它是来自地狱的战舰——黎明之花。加罗罗，天涯海角的正欲兽，神族的猎杀者。别紧张，他是我们民族人的朋友，古雕。我来会会他。哇，厉害！你的兵和大元帅相比，太华而不实了点吧？让你见识下本大爷的拳头。嘿嘿，出其不意，攻其不备。喂，逆天而行，帮个忙，告诉他，我们人类有句话叫不打不相识。我是真心想和他交朋友的意思啊。走。哇，这样看的大海更壮阔呢。我听白菜说，地狱也有天空、湖海，但没有生机。这么多年，你们在那儿是怎么生存的？你是第一个带领民族反抗神的大元帅吗？吴庚，你和白菜都是我们民族最重要的朋友，这是我们族人最坦诚的交友之道。通灵术，你可以了解到我的世界。这里没有日和夜，永远是同一个色调，同一种声音。腐臭、浓稠的水不知从哪里涌出来，聚集成河流，流往深渊。地上的人类或其他生灵死掉后，灵魂自天上掉下，开始另一个循环。这里是地上世界的废弃站，只有死亡和绝望的世界，是我的世界。阿满，原来你在这里！
阿武，害我找了半天。干嘛大呼小叫？大元帅回来了，他正在地下街与族人会面。你怎么不早说呀？他刚刚与神族使者见过面，这是神族第一次肯与我们商谈呢。因为他们都不敢轻视大元帅，不知道会不会有好消息？很难说。来，神族的条件不可接受。他们表面上愿意对话，实际在不停的敷衍，完全漠视我们的基本要求。让一让，让一让。他们以为我们是人类，是他们玩弄的奴隶，随便给一些小恩惠，就要我们摇头摆尾，歌功颂德。我们民族人从来不当奴隶，我们与他们是平等的。对，大元帅说的对，说的对，我们要平等。是，他们永远不会看到我们下跪的样子。我们只有死士，没有奴隶。对，不屈。我们期望他们的施舍是不可能的。我们要的东西，只有用血争回来。对，争回来！争回来！争回来！这是民族大元帅，我的哥哥，海阔天空。很可惜呢，哥哥这次大地之行没有得到想要的结果。意料之中。神族一向趾高气扬，以为肯接见我就是对民族的恩赐了，怎会认真的听我们的声音？我这次大地之行，其实还有别的目的。啊？我想寻求治病之方。石化病？可惜没有什么头绪。此病在我们族中蔓延已久，患者煎熬多年，最终石化而死，病因始终是个谜。近日，族人间有一传闻，据说生长在神域的黎明之花能够治愈此病。不过，我觉得此传闻……好啦，一会来就受公事，未免太沉重了吧？对不起，夫人，我这次到大地也遇到了一些有趣的事物，给你们讲讲。不如我们下次一起去。好，不要骗我呀！哥哥与阿柔姐姐是命中注定的一对，任何人站在他们身边都会黯然失色。阿满，准备好了吗？再来！就这点本事吗？中招了！太弱了，在绝对的力量面前，你的侥幸不堪一击。只有真正的强者，才能带领民族走向光明。这一年里，你几乎没有进步，你令我好失望。为什么总是无法将魂注入兵器之中呢？哥哥，对不起，我已经很努力了，但是……我们民族战士
最重要的就是拥有属于自己的命气，把生命与你手上的武器连成一体，才能发挥出最大威力。这亦是我族战士真正的作战之道。你的资质不差，但内心却似乎有重重障碍，令你停滞不前。哥哥，我或许真的不是做战士的料，其他人都笑我没用，和强大的哥哥完全是两个极端。蠢材，根本没那回事。你怎么可以轻易被别人影响？我的弟弟将来一定强过我，我从未怀疑过这一点。哥哥，我对你有很大期望，所以可能不自觉的严厉了。你的成长对民族的未来很重要。民族有哥哥，不是已经足够了吗？不，还差得远呢。最近有不少新人展露。刚刚得到战士之名的铁血无双，只比你大几岁，但已相当了得了。我们与神族的差距正在缩小，只要民族人团结起来，肯定能有一番作为。10万年的地狱界生活，已让我们一族付出太大代价。神族亏欠我们的蓝天、碧海，总有一日要还。阿蛮，这件事要在我们兄弟俩手中完成。有我武庚，人类以后也不会再做奴隶。争取人类自由是我父王的心愿，也是我要完成的事。此战之后，再也没有谁会被奴役了。你似乎很熟悉去神域的路线。我曾潜入过神域一次，就算星移海天也认得。为什么潜入？也是救人吗？因为黎明之花。他的情况怎么样？夫人感染的确实是石化病，她的身体会在未来数年内逐渐硬化，最终……我知道了。天空，我最终会和其他族人一样变成石头，不过有你在我身边，我并不害怕。阿柔，我会一直陪伴着你，直到最后一刻。谢谢你。我只能眼睁睁的看着阿柔姐姐变成石头吗？无论机会多渺茫，我都要一试。又这么早出去锻炼，阿满最近很努力呢。阿武，有事吗？阿满他。木筏难以抗击海上风暴，那次经历让你有了制造战舰的想法，并沿用黎明之花的名字，纪念第一次出航。是铭记，提醒我，希望是如此脆弱。当它破碎时，只留下无尽的绝望与挣扎。但正是这份绝望，支持我活到现在。乘着黎明之花，回到一切开始的地方。不过那时你没了木筏，海上风浪叵测，最终竟到得了神域，得有怎样的运气啊？运气？已经第7天了，仍然是碧海、蓝天。
好大的窝！鸟，我们到神域了。众神之奴，你是一个奴隶，你自己可能不知道，如果我即将死去，也希望是死在一双自由的眼睛前。死亡原来这样痛苦，不，还未能。吴刚，怎么了？我觉得空中不只有我们。你的感觉非常敏锐，竟能察觉到神野的空识界神力。空识界神力，神野的神力登峰造极，不但可以监视天下各族的异动，一定范围内还能影响他人的感知，咒术也非常棘手。你同他交过手？这就是黎明之花，不会错，和书中画的一样。阿柔姐姐和大家有救了。小老鼠，天机不可泄露，除非扫一下这个神奇的二维码，免费正版漫画，最新官方爆料，提前预知各阵营剧情走向。我就是在这里获取的最新情报。想知道他们的秘密吗？我在微信等你哦。